星秀。谢谢，欢迎各位来到金星秀的录制现场，非常高兴跟大家见面了。怎么样，金姐这身怎么样？还行吧？还行哈。谢谢啊。今天导演啊特意跟我说了，说什么呢？金老师做节目，拜托您能不能穿件红色的衣服？我说啊，节目需要吗？他说了，姐，剧组很多人呢都在炒股票，您懂的啊。这股票红的呢就是涨，这绿的呢就是跌，对吧？所以说，姐，只要你穿一身红色的，往台上这么一站，整个就一个大阳线嘛。这样可以带动大家的工作的积极性啊！啊，搞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啊！难怪上次我录节目时我穿了个绿裙子，大家都不待见我呢哈。主持人啊，有的时候真身不由己，都得听导演的，对吧？也罢了，今年我愿意穿红的，为什么呢？赶上姐姐我今年本命年。姐，哎，姐，哪儿出的小南呢？他们算对你好的了。怎么？小南在哪儿呢？姐，这咋回事啊？你怎么跟一个小蜡烛似的呀？我想过我红，我没想到我是这么红的。这导演够缺德的了，让姐姐扮成大阳线，让我们小南扮成小阳线是吧？本来说呀，说我穿红的也行，后来说我个儿太矮，不够红，要从头红到脚。妈呀！行了，我先去了。咱们就认坐好吧，咱们就为股市加点劲儿吧啊！哎呀！不过我给你们听个笑话哈，哎，我真听说这么一回事儿，在南京有个艺术学院教法文课的一个老师，这个女老师呢也有个习惯，也炒股。她炒股有点太钻进去了，到什么份儿上你知道吗？她上课的时候，如果他们班同学哪个穿的绿衣服，她马上就给赶出去了，真的。所以说她那课想逃课特别简单，你不想上那个法语课了，你戴个绿帽子进去，老师肯定给你踹出去，一点都不夸张。最后呢，这个老师呢，股票炒不好不知道，最后他被学校给炒鱿鱼了。所以说，哎呀，这有时候股票别炒太迷当了啊，节制。这股市这么一火呀，很多小年轻人都没心思工作了。别说小年轻人没心思工作了，很多大妈呀也没心思跳舞了。股市越来越火，广场上跳舞大妈呢，明显就少了呀。没有，主要原因是因为天太冷了。天冷才不是，天冷算个啥呀？能跳广场舞的大妈大叔们，那都不是一般人啊！啊，晚上没路灯，拿了个手电筒，该跳还得跳，对吧？刮风下雨，撑个雨伞也该跳还得跳。所以就说现在吧，寒冬腊月还有人在广场上扭呢，冷吗？你不觉得冷吗？他不觉得，一跳起扭起来。那这些人究竟去哪里了？哎，都去证券交易所去了，指望从股市里能赚点钞票呢。所以说，姐姐我呢，虽然不炒股，但是还总结出一条股市的规律，金氏规律，记住了啊！这证券交易所门口大妈越少，这广场上的大妈就会越多；这证券交易所门口的大妈越多，这广场的大妈就会越少。等哪天啊，等广场上已经没有大妈的时候了，哎呦，各位炒股的男人们、女人们，就小心你们手上的股票了啊！股市就要爆炸了。好了，不说股票了，省得别人说跳舞的把人家主持人的饭碗都给抢了，现在又来抢股票的生意了。不会的，姐姐一辈子都不会玩股票的。我今天想说个什么呢？想说我刚才谈到了广场舞。要说跳广场舞啊，还真有不少话题。
尤其是广场舞扰民这个事情，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一边说呢，哎呀，跳舞呢，跳的人越来越多；另一边说呢，反对跳广场舞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帮要跳，一群嫌闹，好吗？这一来一去，一来一去，一来一去，就变成了一个攻防战了。好，让我们先看一段 VCR， 看看那面怎么说。广场舞攻防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喇叭声太大了，声音这么大，吵得人家根本都睡不着觉。有人就建议声音可不可以小一点呢？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呀？因为在广场舞大妈的眼中，这里已经不仅仅是广场了，在他们的眼里，这里就是夜店，这里就是迪吧，音乐小了，根本就嗨不起来嘛。反对跳舞的人出手了，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武器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买不着，于是乎他们自己发明了一种独门暗器——水弹。去年在武汉、成都、长沙、石家庄等地发生了多起这样的水弹袭击事件。水弹的优点是什么呢？成本低，上手快，简单易学。那么它的缺点又是什么呢？根本就没有用。有人想出了第二招——铁网连环阵。武汉某小区在小区的广场外围拉起了一道长达数百米的铁丝网。铁网连环阵的优点是范围广、阵仗大，能唬人。那么它的缺点又是什么呢？根本就没有用。心灵手巧的大妈们只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就像拆毛衣一样，就把所有的铁丝网拆成了小铁丝。这该怎么办？唐诗有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打人就打脸，骂人就截断。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要抓住事物的重点。跳舞的重点是什么呢？摩擦，摩擦。是魔鬼的步伐。长春某小区的物业深谙此理，于是乎推出了第3招铁锁连环阵。此招的优点是确实好使，那缺点是什么呢？广场也报废了。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人类似乎已经无法阻止广场舞大妈了。那该怎么办啊？嘘，等一等，再等一等。等什么？等多久？等你老了，和他们一起跳啊！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广场舞扰民这事儿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吧？没事儿呢，打什么架呀？谁都不容易。但到底这个事儿出在哪儿了呢？我觉得呀，要怪就在怪跳广场舞这个音乐上有问题。以前嘛，你看也有晨练的老人呐，打打太极什么的呀，耍耍剑之类的，人也不少，动静也不小。可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没有矛盾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听的音乐多柔和呀，都是什么古典音乐，不是什么高山流水呀，就是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可现在大不同了呀！哎呦，这些叔叔阿姨们太与时俱进了呀！跳个舞选的音乐，那绝对都是神曲级的，听了就让你不由自主就动起来啊！今天跳什么民族风，对吧？对吧？好了，完过了一会儿，今天换了什么小苹果，对吧？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现在又完了，又换了什么？跳了什么爽，倍儿爽，倍儿爽，倍儿爽。行，哎呀，小南行了，小南，哎呀，就变成蜡烛了，还那样，那火都点不起来了。哎呀妈呀！不是这个，姐你不懂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我们这个门派广场舞啊，就一听这种音乐，就根本就完全停不下来。所以说了呢，人家周边的小年轻呢，好不容易睡个懒觉。听到这些音乐就不行了，满脑都是单曲循环的，当当当。更关键是呢，音响更给力。以前的大妈呢，跳舞是最多带个小的收录机，现在可是鸟枪换炮了，专业的音箱都用上了，一个箱子拖着能走，停下能唱。人家那才是真正的一场什么叫说走就走的广场舞。现在那音响一放啊，哎呦，那个声音特别有穿透力。怎么讲呢？放出来的，来了，就跟那个车祸现场似的，让你听的人呢，听得撕心裂肺了。我怎么睡觉啊？哎呦！我敢说啊，
就在跳广场舞的周边方圆百里呀，我先连个麻雀都不敢驻窝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阿姨妈妈们呢确实也挺无奈的，跳舞总归不能没音乐吧？哎，前一段还真有这么一件事情，我和朋友们吃完饭在那遛弯呢，也就7、8点钟的时间吧。哎呦，散步回来经过一小树林，看到远远的黑灯瞎火的，我就看着10多个人呢在那小树林里飘来飘去的。我一看，妈呀，还不到点呢，怎么鬼都上班了？靠近一看呢，竟然是在跳广场舞。我怎么回事？是我的耳朵出毛病了呢，还是怎么整个世界都变成静音模式了呢？我这么仔细一看呢，哦，明白了，阿姨们，每个人都戴上了耳机，无线耳机，担心音乐太吵扰民。想象一下，在一个黑灯瞎火的夜晚，一个个默不作声，表情特别丰富，还动作特整齐，这样。知道的是跳舞，不知道还以为是集体梦游呢。你下次啊碰到这种情况，你别害怕，你把我派过去，我吓蒙他们。咱俩签个约，你保证你这个德行给我待上1年，我肯定派你去。好使，好使，好使。所以说，其实阿姨们也懂事了呀，就所以觉得社会上对这事反应这么大的话，那咱们得想办法减少一下噪音吧，对吧？但是姐，你说这事儿不怪大妈，应该怪谁呢？有人说了，怪开发商。你造楼盘的时候，为什么不多腾点空地呢？啊，你看如今那个商业楼盖的居民楼挤的呀，见缝插针。这种盖法，什么日照啊，什么绿化呀，都保证不了。将来的小区，我想的车子可能全挂墙上了，更别提给老人们留下什么跳舞、广场舞的空间了。说夸张一点点，有些小区啊，那房间盖的缝隙只有这么近了。邻居家烧菜没油了，一敲窗户，哎，有油没有？拿过来，拿过来了。而且你家都不用买电视了，明白了吧？别人家看电视，拉个椅子过来之后，搁窗户就看电视去了。但是你说怪开发商吗？我觉得开发商也挺冤的。为什么呀？商人们呢，对他们来讲是寸土寸金呐，多盖房子多卖钱啊，对吧？商人不就是为了利益吗？他房子盖多，什么管什么空间不空间的呀？所以说，归根结底要怪什么呢？怪整个城市规划做得不好。以后咱们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如果开发商想开发楼盘的时候，一定要说好了有多少绿化、多少停车场、多少公共空间给老人和孩子们留下来的，然后你再让他给他规划成他开发的房地产去。所以说，如果老年有足够的空间和场所的话，他也就不会影响到年轻人们的休息。说到这儿，大家也该想听明白了。其实我本人呢，我是非常支持老人家们跳广场舞的。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这一宝我伺候了好呢，是个活宝。要是老待在家里憋着呀，这活宝啊就变味道了，对吧？老年人不能太无聊，精神上没有寄托，就会折腾些出来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出来。说得不远了。我就得把我那个伟大的妈妈给搬出来了。这就是啊，你脱口秀举例说明嘛，那举别人的例咱也不切合实际啊，就把我那个老娘又请出来，妈对不起了啊。每次我这个老妈妈一到上海来看我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为什么？我妈呀，这是典型的那种中国式老人，退休了可闲不下来啊，精力又特别旺盛，总想折腾点做点什么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们大家看，我觉得金姐挺能折腾的吧？那你们是没见过我妈。如果你要见到我妈了，你们就会认为金姐我那还真是个安安静静的好女人。怎么说呢？其实是我们家也平常有阿姨来打扫，那阿姨打扫挺干净的。但是我妈妈一来吧，哎呦，老太太看什么都不顺眼。哎呦，这儿没擦干净啊，她都能给你挑出毛病来。她一到我家呀，坐不下来，就开始永远的里里外外就忙起来了。我妈妈那种是什么人呢？就是能把那个煤球啊都能给你洗白了的人。家里不说了，地板最少擦3遍以上。只要苍蝇飞进来，打滑都留不住，走嘞，这家不好玩，走了。那你应该
让你家老太太到我家去拖地去。我家那个地啊，苍蝇一落，想飞都飞不起来。不过在我妈妈的脑子里概念里边，老人家认为就是女人在家里就不能闲着。我妈妈常说了，女人嘛，有苦你就得吃着，有事儿你就得兜着，没活你得眼中去找活干，这才是女人。她忙里忙外不说呀，她忙我也跟着忙活呀。你看呢，你妈妈来了，那么大年纪人在你家里忙来忙去的，我不想忙，我得装作很关注的样子，也跟着一起忙着。哎呀，不怕你说的，别看我今天在外边天不怕地不怕的，我最怕谁？我最怕我妈。我见到我妈就跟谁方军见了我似的，反正只要我妈妈在我家，我什么都就规规矩矩的。虽然是我自己的家，但我还要看着老人的脸色，明白吧？只要闲下来一会儿都不行。没办法呀，就连我老公汉斯都说了，哦，我看出来了，咱们家孩子说你就是咱们家的法律，但我发现了，呵呵，我们家的法律最终解释权在你妈妈手里头。找着靠山了。老人家还有安静下来的时候呢，我妈妈安静下来的时候干什么呢？睡觉。织毛衣。咱们中国老年人织毛衣那可是世界一绝呀。有次过年的时候，我妈妈就来了，一口气给我织了7条围巾吗？围巾就好了。我这么一看呢，7条毛裙子，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够一条彩虹了。等会儿姐，毛裙子是什么呀？这句话你一问，咱们就有代沟了。你看刚才会心一笑的鼓掌的阿姨们、大姐们都知道，我们曾经有个年代，中国女人呐，自己没有那么多时装啊，自己干嘛织毛裙子，为了赶时髦，对吧？现在都不这么穿了。那时候毛线可实诚了，洗完了以后一洗完一缩水，本来这么长裙子变成超短裙了。什么概念？什么概念？就打个比方，你都没穿过，给你用毛线织个毛裤衩，你穿着能舒服吗？别说，有点痒了，有点痒，还刺挠呢。对，有点刺挠。这个是80、90年代在咱们中国社会流行过那么一段时间，挺流行的。你说现在谁还穿这个呀？对吧？我妈妈就说了，哎呦，星儿，听说你的脱口秀要开始了，妈妈也不能帮你什么，你看我就给你织了7条毛裙子，你一期换1条。我当时我就跪着妈妈，我说妈妈，求求你了，放了我。姐，你看你这就不讲究，老太太好心好意给你织的，你就穿让我们开眼界吧。姐姐跟你开个玩笑，穿毛裙子，我今天穿毛裙做这个脱口秀，能想到什么后果吗？人家汪峰穿了个皮裤子被你们骂了半天，对吧？你说金姐穿了个毛裙子不被你们骂成半年啊？啊，还上电视，以后怎么出门呢？姐啊，那家里老太太就这么放弃了？没有，我妈妈哪是放弃的人呢？对，算了，透着一点不乐意，看我不穿，死活不穿啊，怎么办？把毛裙就给抻拆了，真是不懂。转身给我老公和3个孩子一人织了个毛衣出来了。他织毛衣的时候，我在旁边偷偷就跟汉斯说了，我说：“哎呀，汉斯记住了啊，看我已经把妈得罪了，不高兴了啊。等他织好了以后吧，你就试一下啊，你就试一下，记得了啊，一定试一下，而要夸几句，让老太太高高兴兴的啊。”汉斯说：“哦，你放心，到时候我就说，妈，你这件毛衣织的手艺太好了，比我们德国商场卖的还要好，简直是东方的艺术瑰宝。”我说你别吹得太夸张了，你说的太好了，我妈没兴奋再织第2件出来了。我说这个东西啊，点到为止啊，别夸太厉害了。汉斯说我记住了，24孝，点到为止。汉斯还挺给面儿，对吧？虽然心里有点勉强，但是还是穿上了。结果一看，你看呢，大红色的鸡心领的。妈呀！我一看这德国老爷们穿这么一个中国式的毛衣啊，就活脱脱一个德国的王宝强嘛。老太太那个线嘛，又重又实诚，穿起来又热又扎的。汉斯呢，大男人嘛，就忍了嘛。看着自己丈母娘就忍了。哎呀，我们家小儿子小三可不干了，那穿上以后说啊热，太难受了啊！婆，你这织的什么东西？我说别说，一会儿再脱啊，一会儿再脱啊。这叫什么呀？俗话说得好啊，咱看破不说破，这母女才有的做。记住了
其实哈，你仔细想想，好多事情都是什么惹出来的呢？老人在家都是憋出来的。我就干脆说，妈妈，你也去到楼下跟阿姨们跳广场舞去嘛。有人说了，金老师，你是个舞蹈家，对吧？妈妈肯定能歌善舞，对吧？我告诉你，错了。我妈妈干家务是一把好手，跳舞还真不行。她只要在电视上一看我跳舞啊，就流眼泪。我说妈，我看跳舞别人都挺喜庆，你看我跳舞哭什么呀？我妈说了，哎呀，跳舞跳成这个样子，这小时候得受多大的苦啊！当初家里凡是有点条件、有点钱的话，也不让你学跳舞啊。我妈呢，特别要面子的个人。我劝她去跳广场舞，她说不去，干什么呀？去，真是的，人家老了嘛，在家好好待着，带带孩子，做做家务啊，挺好的。到外面嘚瑟什么呀？真是的，还不如在家里上微信的，跟别人朋友聊聊天呢。我说妈，那不都老姐们嘛，去吧，去聊聊天吧。哎呀，聊天不那么聊的，真是老人跳舞有点不体面。嘴上说着，但我看老太太有那个心思，好说歹说，劝妈妈没事去看吧。终于愿意尝试了一下子了。我想呢，虽然她肢体不协调，但怎么也是我妈呀，对吧？龙生龙，凤生凤嘛，怎么说她生了我是个舞蹈家呀？对呀。结果我妈去了才跳了1天，就尝到了甜头，回来说：“星儿，那个领舞的几个太厉害了，你看教妈几招厉害的。”我说：“嗯。”你们跳的舞蹈跟你女儿跳的舞蹈不是一个派系的，我教你顶不上，我把腿搬这么高，转那么多圈我说妈没用的啊，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拧吧就可以了。我妈说，哎呀，不要那种太厉害的动作，随便2招，我到明天晚上我吓唬那帮姐们去了。哎呦，还约架了这是？啊！后来我教了几个基本动作，教我妈几个基本动作。第2天去了，回来了以后气呼呼的把衣服一扔，不跳了。我说妈，咋回事？怎么不跳了呢？她说，我妈一兴奋头了，把我教动作全忘了，跟别人跳的也忘了，跳的跟不上别人呢，最后被人赶到外边最外圈跳去了。老太太不甘心了，哎呦，跳到最外边，最后连队伍唯独一个老头跳完以后，哎呦，过来跑来谢谢我妈呢。哎呦，大姐呀，真好哎！你看以前我不会跳，被人赶到最后了，现在我不是最后一个，你是最后一个了。哎我思考了一下呀，最后我就用语重心长地问了我妈一句，我说妈，你没跟别人说你是我妈吧？我妈妈说那倒没有。我说那我就放心了。现在有空的时候，年轻人吧都什么呢？好攻击人，对，把跳广场舞大妈攻击的一无是处的。对吧？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你会发现，像我妈妈这个年代的中国式老人呢，他们其实活得挺不容易的。在之前，我有一个法国女朋友来中国来旅游有天晚上我带她到附近公园散步去，她一看到中国的老人在公园里头翩翩起舞的时候，就很羡慕。她说：“哎呀。”你们中国老人太浪漫了，生活太健康了，不像我们那边的老人真无聊，一天到晚没什么事儿，就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哎呀，我心想，嘿，你们法国人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哈啊！喝咖啡，我就说了，Mon chéri，亲爱的啊，你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咱们中国有句说法叫做多去公园，少去医院。为什么呀？咱们的老头老太太退休以后，跟你们法国的老头老太太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的老头老就那么点退休金，留着买药喝还来不及呢，还买喝咖啡。要去最多的也去宜家了，去那边蹭杯免费的咖啡了，对吧？将来还得攒钱给孩子买房子呢。对。当然了，我说中国老人不容易啊，最不容易的还不是钱的问题。说个尖锐的问题，你见过外国老人带孙子的吗？啊，你别看我们中国老人在广场上蹦来蹦去的，好像很罗曼蒂克的样子，可是你要知道啊，他们辛苦了一天后，难得有这么属于自己的一个美好时光。说起来，中国老人呢，退休以后要比上班还要累。早上6点拎着菜篮子去买菜，7点给孩子们做好早餐，8点准备送孙子孙女上学，回到家里呢，收拾屋子、打扫卫生、洗衣服、晒被子，准备好中饭。接下来呢，就等着孩子们回家了。你不让他再出去跳跳舞，他就只能
伺候完你们以后，坐在电视机前看老娘舅了。想一想，而欧洲人呢，虽然一样的喜欢孩子，但是只管到孩子成年以后，带儿子是我的事儿，带孙子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分得清清楚楚的。等儿子成家了，拜拜吧您呢，自己拿着相机，拿着地图，跟着老伴一起去干嘛？周游世界，潇洒去了。我记得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有一次大概9点多钟，我去当地一个舞厅去跳舞转一转，一看这舞池里边一半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跳完舞以后，在旁边喝2杯小酒，然后再跟舞池里年轻人走进去，在一起跳。有的老人蹦跶一晚上。你说要在咱们中国，老头老太太到年轻人跑去的舞厅跳舞，被人骂死啊！嘴上不说，年轻人想说，哟，都跟我妈年纪一样大了，还出来嘚瑟，可能是有话头的，对不对？肯定这么说。对。还有呢，一个年纪大的人混到年轻人队里边，黑灯瞎火去蹦迪了，蹦蹦，哗一跤摔倒了以后怎么办呢？谁敢扶啊？所以说，还不如老哥哥老姐妹们约好了，一起出来，在一起聊聊家常，跳跳广场舞。跳广场舞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总结了一下，有3大好处。第一是提神醒脑，防止被骗。怎么说？听好了啊，防止被骗。我每个月呢都会给我爸妈妈寄点钱，这笔钱呢我专门有个名目，叫做有限受骗风险基金。说穿了，这笔钱就是给他们老人家用来上当受骗的。防疫套遇到什么电话诈骗呐、卖保险、保健品的什么啥的，数目不多，骗了呢也不心疼，所以叫做有限风险被骗基金。姐，你真是有钱太任性了。不是我有钱，做子女的都有这个经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所谓什么保健品，对吧？什么的，你不让老太太买吧，老太太自己还会去买的。而且买了吧，他们也不吃，一盒一盒摆在家里，看着就舒服啊，觉得自己的健康全跟这些罐子连在一起了。我有的时候也纳闷哈，我说的这骗子真的厉害啊！我们苦口婆心说什么没用，老人家就不肯听。哎，一个陌生人吧啦吧啦说了一大堆话，老人就听进去了。哦，你知道我妈怎么说的吗？咋说的？那你看，我不认识人都这么关心我，那能是假的呀？哎呀，我说妈呀，他关心的不是你，他关心是你那个钱呢。所以说，家里有老人的老人们越老也是越糊涂，不是？其实说穿了，他们是什么呢？寂寞、空虚、冷。老人们想跟人们聊天儿，可身边没有人呢，儿子女儿都不在身边呢。啊！突然小区里出现一个白大褂的，拿了个听筒，支了个桌子，给你量量血压呀，看看什么心脏啊，完了甜言蜜语的，慈眉善目的呀，嘘寒问暖的，看上去比你女儿儿子还要亲。你说老年人他能不上当吗？啊！别说是买点保健品，不把家里的房产证给他们已经算不错了。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老年人跳广场舞也好，能防骗。什么电话诈骗啊，什么传销啊，什么保险品推销啊，只要音乐一起来，去吧，不管了，老人不管，没那时间不接电话了，挺好的事，对吧？好。跳广场舞还有什么好处呢？它有利于缓解家庭矛盾。姐，这事儿你就瞎扯了。什么叫瞎扯？前段时间新闻都说了，说有一帮跳广场舞的，因为这个老头少，老太太多，后来老太太呢为了抢老头，老太太人就干起来了。那这亲那个来就有不和谐的因素。你以为光把老人关在家里，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吗？这不还有隔壁的老王呢吗？对吧？再说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了，有几个叔叔阿姨现在不会用 QQ 啊、微信呢？说不定连陌陌都会用呢。广场舞虽然不能够化解家里的矛盾，但至少如果生活中有些不满足、不顺意的时候，你能够通过舞蹈来宣泄和平衡，挺好的一件事，对吧？还有呢，跳广场舞能促进社会的和谐。挺好，老小南，你看，你去看那些跳广场舞的叔叔阿姨们，特别的乐观，他们一边跟着音乐，一边想着，哎呀。其实昨天雾霾，但今年不天也挺好的吗？风来了就好了，把雾霾都吹散了啊！对，房子也能解决了，对吧？哎呀，
我估计我儿子毕业了4年了，也该找到工作了。跳完一身舞，出了一身汗以后，生活那些烦恼呢，那些不满意呢，自动清除了，神清气爽，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提个菜篮子，又对生活充满希望去买菜去了。我儿子曾经问过我，妈妈，将来你以后会去跳广场舞吗？我说会的，老了以后。妈妈不再上舞台了，但是妈妈闲不住。如果妈妈有一天跳广场舞的话，肯定是那个领舞的。如果跟人发生纠纷了，妈妈也肯定是去调解的。拉倒吧，姐，你还调解纠纷？你不制造纠纷就不错呀。我本人还是支持跳广场舞的。每个人都有老的那一天，每个人的生存都不容易，但在一个共有的空间里面，我们都给大家一个支持的笑容，比什么都好使。来，下面请我的舞群来上来跳一个小苹果音乐走。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谢谢各位，谢谢。欢迎来到金星秀。谢谢。欢迎收看《超能金星秀》。超能金星秀由天然椰子油生产的超能洗衣液冠名播出。欢迎回来。来，从这里开始啊。金老师您好，最近我看到一条新闻，说有一个骗子每天打400个电话，接通了就喊爸妈，5年里他骗了近1000万元。我想知道金老师您怎么看这件事情？这新闻我看了以后，看的时候很心酸。怎么讲呢？大家都知道了，这叫一声爸妈该有多值钱啊！现在不管是城市也好，还是乡村也好，都有很多的子女呢在异地打工，对吧？你们别老说自己忙，你们再忙啊，能有这个骗子忙吗？这骗子一天能打400个电话啊！你们就是再忙，打一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吗？你们电话要是能打通的话，骗子也就骗不上你们的爹妈了。金姐，我前2天看到一条新闻，说冯小刚炮轰《奔跑吧兄弟》改编的电影，说这种综艺节目改编的电影对中国电影发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导致没有制片人会继续愿意投资一部严肃的、付出了很大努力的电影。对这件事儿您怎么看？首先说，小刚炮轰的对，这种电影就是个纯属商业行为，这是个快餐文化的一个极致发展。一个真人秀火了，几天就弄部电影出来了，关键是还有人买单，有市场嘛，它可能就有存在的价值。对了，但是等多少年后，国内好的电影都没了，您可别冒出来哭诉说中国没有好电影啊，没有原创电影啊。有思想的电影出现了，但有思想的您看吗？金姐，今年是羊年，好多人都说羊年生孩子命苦，属羊的不好，等等等等。对这种迷信文化，您是如何看待的？又怎么去说服别人呢？首先我说胡说八道，属羊的女人可厉害了。从历史上查一查，属羊的女人多厉害，知道吗？啊，都谁呀？武则天属羊的，慈禧属羊的，金姐属羊的。下一个，我是一个上海观众，金姐。前段时间呢，外摆渡桥被一些人锁上了同心锁。后来呢，工作人员说栏杆上锁会破坏大桥的外观，说以后不准在外摆渡桥上挂锁了。金奶奶，您怎么看？时间过得真快呀，有人都叫我金奶奶了。网络上真是胆儿大了，什么都敢叫了啊，没问题，金姐承受得了。你管我叫玉皇大帝，我也答应。我觉得有关部门做得对。大家知道吗？在那个塞纳河上有座桥，整个桥上都挂着全世界各地旅游来的恋人的同心锁。后来怎么着了？桥塌了。真事儿，别笑，新闻报道过的。所以呢，我觉得有关部门阻止这种行为，我一点没意见。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去看啊，全国很多风景点都有挂什么同心锁，真的一个锁就能把这心给锁住了吗？有多少锁还挂在那儿呢？人早就各奔东西了。在这里，金姐我想赋诗一首：去年今日此桥中，人面铁锁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铁锁依旧笑春风。下一个网友名字叫普果。金姐，一个家庭没有孩子会一直走下去吗？老公一直安慰我，可是我觉得我对不起他，没有给他留个孩子，我还不想耽误他。他说他会永远爱我，告诉我别放弃治疗。金姐，我真想问问你，一个家庭没有孩子会幸福吗？这位女士，外国人呢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什么呢？一个女人如果一定要在孩子和丈夫当中选择的话，那是宁可选择丈夫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迟早有一天要离开你的，而身边的男人才是你一辈子的依靠。没有孩子当然是一种遗憾了，但是既然你的丈夫都那么通情达理的，那你已经有了你一辈子最大的依靠了，当然可以开开心的走下去了。两个人的世界一定会很精彩的，好好过日子，乐观一点点，别那么愁眉苦脸的，好吧？金姐您好，您跟您丈夫感情那么好，你会偷看他手机吗？我有毛病啊！我感情好，我还偷看他的手机啊？这话问的不有问题吗？感情最重要的建立在一个信任的基础上。如果你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在一起多累呀！啊，小时候你妈没教过你啊？偷看别人的信件是违法的。再说了，男人真要有点猫腻的话，那都精得跟耗子似的，那么容易被你发现呢？啊，对吧？你翻他通话记录，觉得可疑是吧？说不定只是个普通的朋友。你看到来电显示是10086，说不定啊，那个就是小三儿呢，你抓得了吗？所以说呀，如果没这个信任基础啊，就别在一起过了。话问的，你跟你丈夫感情好，不会偷看他手机吗？这个问题挺长啊，仔细听了啊。金姐，我有个闺蜜说老公外面有外遇了，现在就是逼着她离婚，她打算和她老公死磕到底。她和我说的时候呢，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和她讲，既然闹到这份上，就好聚好散吧。她却说我的想法是软弱无能，我不能眼睁睁地看她走上不归路啊。可我不知道找什么方法说服她，求金姐有什么好办法？哎呀，姐妹儿啊，没办法。金姐告诉你啊，你们关系再好的闺蜜，你也不能代替她。她的结就要靠她自己来去解，明白吧？我觉得作为朋友呢，你能做的就是呢，陪她逛逛街，聊聊天，听听她的倾诉，让她能够在家庭之外有一个能够放松的渠道。在这里，我能收到上百条的提问，朋友们都希望金姐能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但是我不是万能的，我真不是万能的。如果帮着大家一一解决了，我就到妇联上班去了。大家看过那个《花样年华》没有啊？金姐呀，其实就跟那个《花样年华》里的那个树洞似的，有啥问题啊，你们说出来，说出来，也许你们心里就轻松一些了。但是解决不解决还靠你。金姐，我听说河南一个中学要求学生跪拜孔子，早5点组织读《道德经》。金姐，您觉得这是尊重传统文化的表现吗？引起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啊，读《道德经》《三字经》，我无可厚非。但是这还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主义。有些形式是必须的，比如说见到老师打招呼，下课回家之前跟老师说再见，在同学们之间互相礼让，打个招呼，这些是基本的一个礼貌行为。但是我觉得跪拜孔子，老师，您跪拜过吗？啊，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内容，这种教育方式还需要吗？形式主义在我们中国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已经充斥的太多了，来点实在的吧。如果您不知道该干什么的话，把孩子们放一放，让他们到山里边、外边玩2天，都比在那跪着强。下一个，金姐，你怎么看现在社会中许多子女不赡养老人此类现象？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老人家呢有7个儿女，却死在了儿子家的门口，养儿还能防老吗？看完之后，真为那个老人感到不值和心酸。今年我有的时候也看那个上海咱们一个本地的一个节目叫《老娘舅》，那些老人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电视里哭诉儿女们怎么不孝顺呢？看的时候呢，心里想什么呢？就觉得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您养了7个儿女，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赡养你的。您觉得这仅仅是子女方面的问题吗？中国人总觉得养孩子就是给孩子吃，给孩子穿，但是你没有把孩子给他教育好的话，连起码的孝道都没有教给他们的话，做家长的难道没有责任吗？好了，今天的问题差不多了。继续欢迎大家把你们所有的问题发到我们的金星秀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的网站上来，然后我再选很多问题，希望跟你们交流。聊天的时候，你也帮金姐我长了很多的见识。哇，生活这么丰富多彩呢！谢谢，欢迎收看金星秀，谢谢。欢迎来到金星秀。谢谢，欢迎回来超能金星秀。好了。今天啊，我请了一位客人，怎么讲呢？当金姐我还是少女的时候，这个人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小鲜肉，在影视圈里呢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天子。怎么讲？一部电视剧《还珠格格》就让这个人成为了国民的皇阿妈。哦，知道了吧？有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张铁林先生。哎呀，众亲家可都给我听好了，今儿个我们家皇帝是微服私访，不过这宫里的规矩，咱可得先说清楚了。这第1条，禁止拍照。您要是拍照的话，就得用美颜相机，把我们家皇上拍得美美的。这第2条嘛，皇上讲话禁止发难，只许点赞。这第3条，皇上驾到必须尖叫。可给我看好了，我左手这么一抬，您就尖叫；右手这么一抬，您就给我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都看过电视剧吧？懂了吗？那都听好了，皇上驾到。张铁林，英籍华人男演员，1957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毕业于英国皇家电影学院。1998年在《还珠格格》中饰演皇阿玛，为广大观众所熟知。他与张国立、王刚形成铁三角，主演了系列古装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从此成为中国影视圈的皇帝专业户。皇上吉祥！哎呦，皇上吉祥！谢谢，来掌声欢迎，来帮你。哎呦喂，多年不见了，没有那么多年，你就做的是4、5年啊。因为你啊是1年当10年过，这个效率非常高，所以咱们俩呢其实有2年没见，你就觉得像20年没见一样。对呀，好长时间没见了。你看我还这么年轻，你那么漂亮。你年轻啥？你看个肚子。先生说的很多问题有问，但是按我们的节目的规矩呢，有个10问10答。是。就我一问你就快点回答，就咱不啰嗦。就是犹豫的话，就是心里有鬼。对，犹豫的话就是肯定有鬼，我就刨根问底了。哎呦喂，啊，准备好了。这里边有皇阿玛，您等着嘞。哎，有。来，把麦搭上，手给我，手给我。啊，这样的。还得号脉的呀。对了。你演的皇阿妈在戏里感情扑朔迷离，现实中呢，你的感情干净吗？挺干净的。好。知道你是海归，当年怎么想到出国留学的？就赶上了，也不知道，反正误打误撞的就出去了呗。好的，演过那么多皇帝，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是哪一个？哪个皇帝？皇帝其实都一样，穿上不同的衣服感觉不一样。和你搭戏那么多后妃中，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哎呀，那个香妃还是非常好的，可惜。哎呀，啊哈，香妃啊。可是她已经驾鹤西游了，大家知道。好了，女儿那么美，有没有想过让她进娱乐圈？没有。OK， 贵圈那么乱，要是女儿想进，你放心吗？不放心。当年的铁三角，如今还铁吗？挺铁的。真铁假铁？非常铁。别以为你叫张铁林就铁。真铁。据统计，你演的戏80%都是古装戏，而扮演皇帝占到比例33%。究竟是因为你的戏路窄呢，还是你属于演技派呢？
我好像觉得这个跟西路窄演技派都无大关系，还是就是演皇帝成为我的路子了，就成。演皇帝舒服是吧？不见得，演皇帝不舒服。不舒服吗？对，我可以有很多例子，一会儿讲给你们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演皇帝，谁敢对皇帝有微词啊？对吧？真是的，手放下吧，可以。OK。我以为你这问题有多尖锐呢，还可以。没有，先忽悠你一下子。哎呦，好戏在后头呢啊！对，接招了，难受在后头。难受的在后头，先接招了。好，你演皇帝的时候，别人老说的，我看他演的有一些是挺好的。完，别人现在看你演皇帝了，我也不知道是羡慕、嫉妒、恨呢，因为这皇帝角色太舒服了。是，老说的啊，我们铁林老师就是个呗，皇帝一晃膀子一晃起来，一横眉一瞪眼睛，一吹胡子，就皇帝演出来了。谁说演皇帝舒服啊？真是的。不舒服吗？这，我给你讲个故事啊，讲个很简单的故事。我有一天在故宫拍一场大戏，是吧？底下是文武百官跪下，跟你们刚才上台一样，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哗就跪下了。我后边都是宫女太监，拿着扇子都这样啊，鸡毛扇子，挺高的那个，这么斜着插着，呵，井井有条啊，啪全跪下了，万岁万万岁。皇上在那坐着，平身，平身，这一平身。导演在旁边监视器，一看平身好，放饭，知道什么叫放饭吗？吃饭了，对，放中午饭了。这一放饭，底下这几百人哗就乱了呀，这大土啊，眼前是一片乱糟糟的呀。呵，好着，这就说明那时候盒饭比皇帝重要多了。就冲着两边那个排队就抢饭去了。我后边啊，我还在这坐着说平身，哇乱了，这后头那杆子啪就打过来了。后头跟那宫女本来是这样的，放饭一松手就走了，啪咣就打过来了，啊这人就跑了，都走了。老远的我就看着我那服装师就哗就冲我就跑过来了，化妆手里拿着东西就跑过来了，服装上来先解我的扣子，扒我的衣裳，要把服装弄脏了怎么办呢？化妆上来撕我的胡子，擦，15秒不夸张，15秒全给扒光了，剩一大裤衩子，龙椅之上，我就这么就待着了。我就剩一大裤衩子，光着膀子，夏天呢。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着我那小助理老远啪跑过来，小步拿着一盒饭盒说：“皇上，对不起，我这没排上队，没菜了，您凑合吃口饭吧。”这好看吧？所以，在瞬间，也就是在1分钟之前和1分钟之后，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你问我说，如果脱了龙袍会怎么样呢？就这下场，连吃饭连个地方坐都没有，满地坐的都是人，吃的好着呢。这时候没人管你叫什么皇上了，谁管你呀？我经常想，我演皇上，我说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潜规则呢？我使劲，我就用心的呀，我经常用心的观察，我说这些女演员会不会找我潜规则？没有啊，关键你被扒光的太快了。你想啊。1分钟前你还是皇帝呢，1分钟以后就给你扒光了，谁潜你啊？演皇帝就是你自己选择的角色呢，还是因为演的就是大家有印象了，说我觉得就往这个靠了，感觉你除了皇帝别就不演了，是吧？你看，这完全是一个专家和内行问一个故意外行的话。这个演员就是演员，演员演某一类的角色，完全是看人家导演的脸色。没有啊，是惯例啊，就是这个人演皇帝，大家印象当中他就演一个皇帝。有的女演员呢，可能第一个角色给人印象是演一个就是风流女子，好像所有的风流女子都找这个女演员去演去了，就给定型了。你是不是定型了？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某一个演员演某一个类型的戏，在开始的时候是蒙上的。我认为琼瑶找我演皇帝啊，也是有点懵。这有一天呢，在三里屯啊，在这一撞就撞上一人，人说哟，张大哥，这叫张大哥，这台湾人叫张大哥。张大哥，你看，我们是电视剧组的，我是琼瑶家的这个亲戚，我们想拍一部电视剧，再找一个类型的角色，我们能不能坐下谈谈啊？坐下找个旁边小咖啡，聊了一下，说。张老师，我们这个戏叫《还珠格格》，这里面的皇帝的角色，我们觉得你还挺合适的，您就来吧。就这么2句话的事儿，多简单啊！就拍了一部电视剧叫《还珠格格》。拍完之后，当这个戏在整个商业上大家认可了，相对的成功了，你这个类型的角色就惯性
就好像被认可了。其实当时如果换一个人演皇帝，今天的皇帝也未见得非我不可。三个跟你合作的演员，林心如、赵薇啊，包括那个谁范冰冰啊，对都很好。这三个当中，你偏向于谁？我觉得你喜欢谁这三个孩子啊情况不一样，特别是在《还珠格格》拍摄期间，冰冰没有长大，当时我们老开玩小孩哈笑，我们老开玩笑说她是童工，啊，她到底当时有16岁还是17岁，这个东西还得有待于考证啊。我曾经在一些场合说过，拍戏的时候呢，每天我们在书房斋拍戏的时候，老远的地方亭子坐着一个帅哥。老远的那么天天在那儿遥望着，我们都说，哎呀，你看冰冰，你这么小就有人老盯着你，喜欢你喜欢。冰冰说不是，那是我爸。赵薇呢是一个和她演的小燕子特别吻合的个性的一个人，对。赵薇在生活里很聪明，可以算很富于这个思考，本色出演吗？较劲，个性很强，说瞎话。是吧？说谎话，说谎话，善意的谎言特别多。今天骗这个，明天骗那个，特别逗。你们都不能想象赵薇在剧组里有多逗。我能想象，那大眼睛瞪着，瞪点就说瞎话，就赵薇嘛，瞪点有时候就是有点那个二傻子劲儿，愣了吧唧的。越傻越不傻。特别聪明。对呀。赵薇是一个在当时来说，我认为比那几个姑娘都勤于思考的。哎，话说着了，所以说我就说赵薇吧，她整个演戏哈，在三个女孩当中，如果是有进步的。我觉得赵薇随着年龄的增长、沉淀、婚姻各方面，她演戏有进步了，有演。心如呢，从台湾来到大陆拍的，是不是第一部也是？可能是第一部戏吧，也是最初的几部，好像是说话都说不了大声。就胆儿。林心如跟皇上对话那个时候啊，说话我老听不清楚，听不见。我说孩子，你说话说大声点儿，他都不敢。所以我跟他对词儿，我就觉得他的词儿完了，我就说我的词儿。有的时候不太是对答，是凭感觉说词儿的。反正那时候拍《还珠格格》的时候，那戏拍的挺糙的，也没什么绯闻。这么多年，一直想抓点张铁林的绯闻呢哈，有什么也抓不到。也有，你们没抓着就是。戏中的皇阿玛身边永远围绕着数不清的后宫佳丽。你还想家吗？我愿意为你奉献我的一生。什么都可以。那么生活中的张铁林又有着怎样的感情经历呢？你还记得那年大明湖边的夏雨荷吗？我知道啊，你娶的是个波兰美女，那怎么跟那个钱夫人认识的？这钱夫人跟我是有点同行，因为她是做电视的，我在英国是学电影的，这个免不了你来我去，经常有活动会认识。我在英国，读电影学院的也有一些工作上的往来，其实是朋友加同事，孤男加寡女，是不是？干柴加什么加汽油？不是加烈火了，还什么干柴加汽？真的，是你追他还是他追你，或者两个人一对眼了？算了，咱俩凑合吧。你追人家吧。你最后说的这个就对了，就俩凑合了。咱俩凑合吧，对，就凑合了，就凑合了。完了以后，这一凑合呢，就像你说的似的，哎呦真漂亮，然后呢就加点汽油，然后空就着了，就完了。就烧完了，柴火烧完有烧完的时候。我生了个女儿，对，几年没跟女儿见了。经常见，但不在一块儿待着。不在一块儿待着。对。前一段到那个我们兄弟台做了个节目。是。你带你女儿去了。没错。你不像这路人呐。我觉得这个是个机会，可以沟通我们两人的感情。想通过这个节目缓和和女儿的关系，这跟女儿关系不好还是怎么？也不是缓和，因为常年跟女儿就根本就不在一块儿，这倒是个机会，可以俩人在一块儿玩点什么呀，做点什么，在一块儿混混呗，反正。出楼。哎，那嗨。I can't. Sorry. Thanks. 我知道你跟他妈分开了。是。那孩子多大时候分开的呀？1岁就分开了。什么理由离婚？爱情知道了，爱情咱不用多描述。离婚这个可能是10年以后才做的一个动作。才做的动作就所谓1年以后呢，就开始各奔东西要忙起来，可能就有点聚少离多。工作还是不是因为你发觉虽然感情在那儿了，但是过了段感情没有了。我没发觉第3名，没有小三的介入。她嫁没嫁呢？没嫁，跟我一样。
那俩就我也没嫁，那就复合了呗。那没那么容易，那怎么办呢？毕竟是女儿在那儿，如果这么多年了，她也没嫁，你也没娶。我知道你想演皇上，让我走了，腾地方给你是吧？我才不上当呢，我才不上当呢。不是，就狡猾吧？别扯走了，怎么回事？你没感觉了吗？我们都20多年没在一块儿了。是啊。这20多年，我的生活有很多变化哟。对不对 ？OK， 这就把话题自己带出来了哟，变化哟。自己给自个儿找事儿，自己找事儿，找这坑跳吧，再别让我一下给推下去，跳下去。那现在，皇上平时有多少个女人啊？生活当中，我只要一工作，我告诉你，我前面后边、左边右边全是女人。对，我知道，对吧？我这种角色通常是少不了有女人的角色的，否则的话怎么叫皇帝呢？好的坏的都有，是吧？老的小的也都有。小到金锁，老到容嬷嬷，我身边从来不缺女人呐。现在皇帝生活当中的女人，谁呀？生活当中的有没有？肯定有吧。有，当然那得过日子嘛，是吧？对呀，就是。但是不能跟你说，反正打死我都不说。我知道，好像我认识他吧，是我们圈里人吧？对，差不多。就是啊。是。对呀，是。那你这个脾气，金星知道，我知道，保护我，他不说，我不说，他故意做成一个问题来问，让我说，我才不跟你们说呢。皇上说一个嘛，没告诉你。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老夫老妻了，其实没啥好说。对，老夫老妻了。对。然后上次因为我做节目时候见过，完了以后也是我们同行，是，而且很漂亮的一个女人，很漂亮的女人，必须得漂亮，不漂亮对也没办法。哎，这么多年陪着你了，怎么不给那个证那个书呢？那个什么呀？身份呢？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几次想去领这个证，对呀。结果呢，前脚要去的时候，后脚就听说昨天谁跟谁去登记了一下，第2天就上了网了啊，不敢去了。这一上网就被炒作。没有啊，你现在是外籍身份，你带他到国外登记也可以呀。对，你上次给我这建议是吧？对呀。我没空出国现在。净忙着了，皇帝这么忙啊！我本来定今天下午机票准备出去做这事儿的，结果说金星秀，金星的访谈节目我就来了，我退机票。狡猾吧？每天都这。多会掰扯吗？多会掰扯呀！对。是不是觉得两个人感情好的那张纸可有可无是吧？我也觉得是。那他觉得但是呢，对人家应该不是。对了，你对人家不公平。应该不是。你给人个说法。我其实也不认为是，我也觉得应该给人家这个证。听说你除了写字之外呢，你和王刚都有个爱好叫收藏。别把我老跟王老师拉到一块儿，我们不一样的。三角嘛。不一样的是吧？黑三角、铁三角，什么三角？三角，它这位置不一样，就有。你知道这个要说起来，这个人的个性问题。你知道我们这个王刚老兄啊，他这个买东西很用心，对，老要在地摊上跟人家讨价还价去矫情。上海他就自个儿钻了一店里头，我老远一看，嘿，王先生在一店里头跟那店主啊，那个漂亮的店主在那聊上来了。我这进这屋里，我看他呀，在为一个春宫碗在讨价还价。对，那个春宫的碗啊，是同治年间的那个外烧的，2次烧的，很漂亮。哎，外2次烧的那种。烧成的，对。外头是麒麟送子，打开盖儿之后，里头是加上点水，那里边还冻呢里头。对啊，外头呢看上去是冠冕堂皇，麒麟送子。好，王先生在这跟人侃说想买一个碗，我说王先生来一边去，我跟那女老板说，对吧？我一说王刚说这段故事跟我说的不一样，他说我跟人家女老板套词，我也不管了。我说眉飞眼去的。对，我说别说这一个，我说这俩一对儿，我全包圆了，您给我一价钱，啪就砍下一半来，然后就包着就走了。不是，王刚又说你一来搅局，我这谈的好好的，准备买了，你这一进来啪全弄走了，没我什么事儿，一直追到飞机场，快上飞机了。我说别着急，我匀你一个，啪我又给他一个，我们俩就拿着这个特别得意啊。好，到北京没过几天，他那个菜我们找到了马未都先生啊，马未都，请马未都先生给断。马先生一看说这是假的，里边是后烧的，后化的。完了，打眼了。我们俩全傻，全傻了，全傻叉了。你们俩是不是能拿那个小碗，这飞机还抖呢？在那水还抖呢，是吧？那好口，哎呦我的妈呀！对，里边我知道了，原来他们一个皇帝一个和珅呢，都不用背戏了啊，生活当中本色。你们可以想象吗？皇帝跟和珅在飞机上俩人绑那个小石头啊。
别人老就是哦，他本人是个演员，演皇帝的演员，能写字也很好。但你觉得你有天不演戏了，你这个字画还能往上涨价吗？如果说一个人的一辈子有10分精力的话，我用了9分精力写字，写了差不多这大半辈子。所以那个字值钱啊，他一幅字画现在20万啊。还都觉得没太写好。我用了1/10的精力演了个皇帝，一不留神还挺火。叫副业嘛，都一样，咱俩一样。我跳舞跳那么辛辛苦苦吧，哎呦，那个养这个舞蹈团那个累呀。哦，我在电台这么一坐一张嘴呀，那钱哗啦哗啦就来了。真的吗？今天不得给我留下点墨宝啊？我跟你说，这纯粹是属于占便宜，是吧？你上节目来了还要给你们写字儿，我留着。你们节目本身就没什么车马费，是吧？还有我还要写字儿，等于是我要带着钱来上节目。没有啊，这是您看得起我呀。不是，你知道我写字儿贵。我知道这个字我留着，珍宝留着。10年以后，这个节目10周年的时候，我当场我在我的节目拍卖张铁林老师的墨宝。不，那你把这个一会儿写个字据给我。绝对给你。就那时候卖了以后卖多少钱你要？一人1半。给我。哎呦。那怎么办呢？我也不能说不写，显得特小气。写一个。来了，小李的笔墨伺候。欢迎来到金星手。等会儿你也写个字据嘛，10年以后我肯定还给你一副对联的钱。谁信呢？写字据嘛。10年以后我要比你红呢，我不要了。那我就收藏了，不可能。就看着人写字的时候吧，就觉得自己那个没文化呀，这字怎么写这么好看呢？练了一辈子呀。中国男人最大的魅力就在跟文化体现上，写字也好，赋诗也好，太有魅力了。这个真是帅，太帅，特别帅。漂亮，金光耀盛世，星空万里晴，秀美东方。松弛点，干嘛那么紧？不是，我觉得一般的结婚照什么的，一般都是这么照的，是吧？离婚照也这么照的。来，掌声送给张铁林先生，谢谢。很高兴啊，第一次在金星秀当中把文房墨宝带到这里来，增加了文化的含量。再者说了，我告诉你，中国男人写毛笔字书太帅了。如果我刚才话都没说完，如果不是那个准嫂子在那儿啊，如果不是我嫁给我德国老公，我肯定追你的。是，所以我刚那个相片已经都照了嘛。照完了哈，谢谢哥。